掌声有请。男嘉宾邢先生37岁，来自河北，工人；女嘉宾靳女士37岁，来自河北，个体。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这个小片里面我听到的关键词叫生不生孩子。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带了一个男孩，那个我想要我自己亲生的孩子，他不给我生。您等于嫁给他的时候是再婚？是的。儿子多大呀？带一男孩？今年是7岁了。您呢？您是初婚啊还是再婚？我没结过婚。哦，您是初婚，对，娶了一个再婚的，对。然后为什么离婚呢？因为他不想给我生自己亲生的孩子嘛。你们恋爱多久结的婚啊？将近1年。那1年应该彼此有了解嘛？对对。既然要结婚的话，你知道婚后他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吗？我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已经告诉他了，我不能生孩子。这个不能生是客观上我生不了孩子，还是我主观上我不愿意生孩子？是因为大夫明确的告诉我说，我不能生孩子。那时候他说的是不是不能生，可能还能生的意思。你们俩商量过吗？要不要孩子的问题？我们商量过呀，我跟他商量过好多次了，他不结婚之前是要还是不要？怎么讨论的？结婚之前我也没有刻意的想这个事儿，就是结婚以后就感觉自己还是得要我自己亲生的孩子。他不是不能生吗？你怎么要啊？后来他说应该能调理好，他调理好的话不是还能给我生吗？所以说我就还是、我问一下啊，您是什么情况啊？是说我可以怀孕，但是我孕期会有风险，还是说我不能生孩子？因为我的子宫已经切除了一部分。那就是说怀孕会有危险是吧？对。因为女生说我不能生孩子，所以你们在结婚之后的2个月，那是2014年的9月份又领了离婚证，那应该3年的时间了。那你们这3年还有联系？离婚之后？对，我们在一起过。离婚不离家？对。那为什么要离婚呢？那时候我就想要过这个亲生的孩子，他还不给我生。后来感觉我父母也特别喜欢他那孩子，我也特别喜欢那孩子，跟我关系也挺好，就这么僵活着又过了一段时间。就过了多久呢？最近分开是半年多。等于相当于正式的在情感上面分离是在半年前是吗？对。半年前是谁走的？是你离开了还是他离开了？他要求离开的。为什么要离婚又不离家呢？刚一开始我跟他的时候吧，我就跟他已经明确的表态了，也跟他的父母都说过这事儿，我不可能生孩子，他们家也同意了，因为我想让我孩子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有一个就是属于他自己的爸爸、爷爷奶奶，和别的孩子一样享受正常的生活。而我也是因为有一段可以说非常痛苦的婚姻，所以说我更渴望就是有人疼我、爱我、关心我。所以说我没有。我父母跟我对你也挺好啊。不，这要求没错，没错，这要求都没错。在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特别的不上进。如果说他能够上进一点，要强一点，我打不上进了，我也打工啊，也赚钱，我就可以。孩子啊，我根本就不想离开他。既然已经做出了离婚的决定，但是为什么在离婚之后你还跟他长期的居住在一起？离婚之后呢，他走了，回到家里边之后，他的父母也说他了，他后来就又回来了。因为我这个人真的是很渴望有一个正常的家庭，我渴望有一份爱，而且孩子也跟他叫了1年的爸爸，我不希望孩子受到伤害，他回来了，所以说我就又接受了他。那为什么半年前没有分手了呢？在这几年的时间里边，孩子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2个也是一直因为这个事儿闹来闹去的。分开之后怎么又到这儿了？这不是分了半年了吗？谁要来的呀？我要来的。那你陪他来干嘛呀？因为我的孩子一直在想爸爸。我的孩子一直在问我，妈妈，我爸爸哪儿去了？
你怎么想的呀？我就是想跟他复婚，我也在努力。你为什么要跟他复婚啊？因为我现在改变了，我现在也有稳定的收入，也有稳定的工作。你要不要生自己的孩子？要是他生不了，实在是生不了的话，那就是生不了嘛。那我也想接受他。你接受他什么呀？你别为难啊。你们俩已经折腾过一回了，别再折腾了。因为你喜欢他儿子吗？喜欢。那喜欢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非要让他给你生一个呢？其实生这孩子与我家里边也有关系，因为我们家里边男孩少嘛，就是说想多要个孩子嘛。我问他啊，他对你儿子好吗？一般。我父母对孩子确实跟自己亲生孙子一样。哎，问你呢，又不是跟你父母过。我对孩子确实挺好的。他说好，你说一般是吧？你是爱他的是吧？是。假如他从今天醒悟了啊，他说哎呀我不对，我从此之后我打消要自己的孩子，我认了，因为我爱，是不是？是。如果是这样，你愿意回去跟他过吗？没有考虑过。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有变化了，我有稳定的收入，有稳定的工作，我也能带孩子好，我也能对他好，以前没有的我也能给他补上了。我不敢相信，因为在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我从楼梯上边摔下来，脚都已经摔坏了，都已经肿了，我都已经走不了路了，孩子饿了哭了，吵着跟我要饭吃，他就坐在那里连顿饭都不给孩子做，我给他钱让他去给我孩子买点吃的他都不去，没有办法，我自己还要爬下楼去从楼梯上走下去，然后去给孩子买东西吃。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在告诉自己，他不会关心我，不会照顾我，也不可能对我的孩子好。那都是过去了，就那一次啊！以前我不是吃啥都是让你吃第一口，让干啥都是我干吗？是还是不是啊？就那一次。那是在领证之前。如果说你不那样的话，怎么可能我跟你去领证啊？你大概离异有多久，然后又碰上了他？我是在13年的7月份跟孩子从我前夫家里出来的。你第一次离婚的原因是什么？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跟他离婚。但是因为他有几个姐姐，他们容不下我。后来我在他们家，也就是在13年的6月份，安徽我的母亲病了，我就回家了。但是当我走过1个月之后回来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把我所有的东西全都给我变卖了。回来他告诉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走吧，我不要你了，既然是走了还回来干啥？你回你父母家的时候他知道吗？知道。好奇怪哈。是，我一直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在常情之理的话，你嫁的第一任丈夫应该是家里比较小的一个人，对吧？是。独子吧？对。上面有很多姐姐。对。你给他们生的是个儿子。对。他们即使对你再有意见，怎么可能会让你把儿子带出来？他们不会。是你偷偷带孩子出来的，是还是不是？是。办了离婚手续了吗？办了。你偷偷把孩子带出来，怎么办的离婚手续呢？后来他起诉了。为什么起诉你？因为他找不到我，所以说就起诉了。你出庭了吗？出庭了。出庭了。他没跟你要孩子吗？要。后来呢？他输了，孩子归我了。孩子归你，你带着孩子出来了。对。所以说你们俩认识了也就不到1年就结的婚，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你把日子过得好乱？是。你今天来干嘛？最后回答我一次。想跟他复婚。还要自己的孩子吗？不要了。想好了？想好了。今天咱们先不说复不复婚，先不说孩子不孩子的问题，让老师先帮你们梳理一下生活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先来说一下先生，我估计你一直不明白怎么了，糊里糊涂的，一直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个女人我怎么做都不行，
是，对吧？我一再妥协也不行。对。但我想先说你的问题。你在婚后立刻变了一副嘴脸，说我一定要自己的孩子。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在你们的相处关系当中，你是那个弱的，但是你拧巴在，你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弱的，所以你一定要找出来一个他比你弱的地方，就是他不能生孩子。你明明知道他不能生孩子，你拿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去要求他，你想证明的无非是在这点上我比你强，你就想用这么一点来着补你的在婚姻中的价值和位置。其实你大错特错了。你如果真的想证明自己是一个男人的话，你应该去努力赚钱，你应该用更多的爱去照顾这对母子，而不是拿生孩子威胁他。你为什么会选择他呀？因为你太懒得去用力生活了，你不愿意用力生活。而女士，其实你选他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是清醒的，因为你不愿意带着儿子去看任何人的脸色，你不愿意在两性关系中妥协，更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学会看继父的脸色，所以你选了他呀。他没本事啊，他要看你的脸色。你的儿子和他相处的时候，不用战战兢兢说哇，这个叔叔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我是不是要学得乖一点儿，我要讨好这个爸爸。所以你选他的时候是很清醒，你要的就是这样的呀。你想要的无非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做主，在你的前夫那里你做不了主，因为人家有一堆姐姐，而你和他在一起你可以做主啊，他的爸妈也是爱这个和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子，所以他满足了你最核心的愿望，所以选他没错啊，当时你是清醒的。可是后来你怎么了呢？我们能不能忠于自己内心的一致想法？你跟他在一起，我发现他不上进，不能给你带来另一种安全感，所以你开始嫌弃他。如果你是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和对待生活的模式，我觉得你可能一辈子都要纠结下去。如果你现在想清楚了，我要的是一个能够当我儿子父亲，能够做我儿子偶像榜样，我又爱着的男人，那么好，你就要接受接下来的生活。那可能我都要学得温顺一点，学会一些妥协让步，学会去察言观色，因为这确实是再婚家庭一个相对复杂的关系。如果你不能解决内心的冲突，那我觉得你找不到能让你平静的男人。我相信你儿子一定比别的小朋友更懂事一点，对吧？因为他每天面临的，虽然你不说，但是你们家的气场，你们家的环境一定是这样的。妈妈是一个纠结的人，是一个要强的人，找不到生活方向的人，这种感觉会传递给他的。你纠结着，你的生活就纠结着，你的儿子也不会好过。谢谢。好，谢谢严老师。来，寇老师。刚刚严老师说的，你能认可或接受吗？还是你觉得他说的不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的确实不是我。哪部分不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柔弱的女人，只是为了生活不得不披上铠甲，是吧？对。那请问你平常在生活里也是这样的吗？譬如说私底下相处，你跟你的2任丈夫相处的时候，你是现在这个状态吗？其实我本身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都是非常柔弱的。真的吗？不是，他特别强势，就是啥都得依着他。所以他平常讲话就是这样，是吧？对。好，那我明白了。那严老师说的并没有太大的出入啊。好，那我再问你一个我不太清楚的问题。请问，刚刚严老师说你在结婚之后幡然变脸了，本来你在婚前是没有那么要求非要一个儿子的，但是婚后你突然说我一定要你生个孩子，请问你那时候是真的好想要一个孩子，还是像严老师预测的是为了证明他不行，让你心里面觉得好过一点，是哪一种？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因为他要是
想为我生孩子的情况下，说明更爱我。哦，就是说他不想为我生孩子呢，说明我感觉他好像是不是特别的爱我那种感觉。你不相信他是为了不能生而不生，你觉得那是一个借口？对，我明白了。所以如果你能知道他爱你，孩子不生也没关系，是吧？对。如果那一天，我再问个极端问题啊，假设她真怀上了，为了你在那个生产的那一刻发生了生命危险，医生问你救妈妈还是救小孩，你救谁？我救妈妈。确定吗？确定。你现在真的还喜欢她吗？是。我真没有觉得你有多爱她，你甚至也不了解她的想法，也没有特别心疼她一直觉得自己伤痛的灵魂。在你眼中，她一定是很强势的，你并没有看见她柔软或她所谓小女人脆弱的那一面。你怎么可能有那个肩膀跟男人的宽容去爱她呢？你一边努力赚钱，觉得我进步了，可是其实在你心里，她还是比你高大、比你强大的。我认为以你的个性，你很难发自真心的去有滔滔不绝的爱去宠爱一个你觉得看起来像一个巨人的女人。你没有那么强大，我也不觉得以你的性格你会爱上一个没办法 hold 住你，或者是没办法证明他能力的男人。不能因为一个需求去做一个莫名其妙的选择。你的小孩要个爸，不代表你就要乱嫁。不要把借口推在孩子身上。你相信我，你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他有个爸爸，他也不会很快乐的啦。如果你不尊重他的父亲，你不信任他的父亲，你不跟他一起爱着父亲的话，一个孩子绝对会非常分裂的。所以不要把你们离婚不离婚、复婚不复婚的原因责任推给孩子，孩子太无辜了。不要放弃对明天的希望。有一句非常俗的鸡汤，我特别愿意在现在送给你俩，就是先遇见更好的自己，然后我们才能遇见那个更好的对象。先把自己挺直腰杆做好来，然后拜托你们有信心有盼望的选一个更好的对象，更符合我真心想要的对象，都不要这么将就好吗？那是对不起自己，也是看不起对方。好，谢谢寇老师。来，涂老师。你说近半年来孩子哭着喊着要爸爸，也就是他，所以你今天才来到了这里。既然孩子那么喜欢他，你又说他对孩子不好，这是矛盾的。因为孩子的眼睛是最真实的，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最开始我以为他只想要个孩子，而你只想要个家。后来越听又感觉他的确是只是想要一个孩子，而你不只是想要一个家，你是想要一个绝对权威的女主人的位置。你找一个女人，如果她并不爱你，你还要求她给你生一个孩子，孩子即便生下来也是不快乐的，你那样是害她。而对于你，我们说享受生活而不沉湎，看透生活而不消极。其实我认为你是没有看透。其实一直以来，由于你的生活境遇，你总是非常需求找到自己人生当中的权力巅峰，希望自己能够什么都说了算。所以时至今日，你每一次其实都与想要跟你给你幸福的人擦肩而过。你现在日子其实过得还不错啊，有自己的生意，有自己的买卖。我只是希望你自己能够面临自己的内心深处。如果你真的爱孩子，说句实在话，你不会带着孩子逃离前夫。如果你真的爱孩子的话，你也不会反反复复的因为自己的感情问题让孩子流离失所，颠沛流离。所以你自己内心在想什么，你很清楚。如果想给孩子一个安定的生活，不是不可以。如果你真的为孩子的幸福考虑，就不要找一个你根本不爱的人。你2次选的男人你都是不爱的，只是看中了别人老实。那我想问，你寻找的幸福到底是什么？你是在寻找幸福，还是在寻找优越感和权利？不要执迷不悟，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啊。
想要幸福，真诚最重要。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真的希望咱们能最后走到一起，因为我确实为了你的想法做了很多改变。因为你喜欢想让我开车，我也拿了驾照。另外，你也想想咱们以前做业务的时候，下了那么大的雨，咱们在雨里唱那种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我也想用我的后半生来改变我自己，来照顾你和孩子。真心的希望能咱们再走到一起。你要的不是我心碎的失去轮廓，曾经给你的感动只是情绪的波动，能给我现在已经有一点存款了，放任你沉溺自由，掩饰不了我的笨拙，就连说谢谢两位啊，谢谢你们分享，请回两位。我被我来，请关门。我吧，请开门。说爱我，在我的耳边对我说，我已经分得开就忘了这种心动。爱太难。你过什么样的日子是你选择的权利，所以当你选完之后，你不要后悔就好了。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好，谢谢啊。谢谢。这各位请见证。亲爱的，我会用我以后的努力改变来保护你，来照顾你和孩子。我以后还是像以前一样，什么都听你的。我愿意用我的后半生来维护咱们以后的感情，对待孩子好。在梦里全是你，不要再迟疑，把我抱紧，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你想确定日期，拉长幸福距离，来填满回忆，在爱里等着你。未来变得那么清晰，在爱里全是你，思念让心跳无法呼吸，爱请亮灯吧啊！来，也许是不经意，谢谢两位啊，请回。在人海里，在爱里的